今天我們來聊聊一位現代傳奇人物，他被冠以最後一個道家神人的稱號，在這科学理性主宰的时代，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這個人就是倪海厦，一位集中醫師、命理師、風水師於一身的奇才。他的一生充滿戲劇性和神秘色彩，曾經預言自己的生死，一度醫術名揚海外，也飽受爭議質疑。他當真在59歲那年隕落了嗎？還是如傳聞所說，隱遁山林繼續修行著書，就像古代得道高人羽化登仙一般悄然離場？圍繞着倪海廈的一連串謎團讓無數人好奇不已。我們將深入探討倪海廈傳奇的一生，縱橫古今，細數他的軼事與成就，並嘗試揭開他離奇謝幕後背後可能的真相。倪海廈的人生軌跡因年少時的一次意外而徹底改變。他1954年出生於台灣，並非杏林世家子弟，幼時也沒有人能預料他將來會成為名醫。年輕的倪海廈原本有顆熱愛音樂的心，夢想着成為搖滾樂團的吉他手。然而命運似乎另有安排，一場出乎意料的車禍事故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轉捩點。據說那次車禍之後，倪海廈不得不暫時靜養，但他並未虛度這段時間，而是開始翻閱中醫典籍和傳統哲學書籍來打發時光。易經八卦、氣功養生之術以及中醫藥理等原本離一个年輕人很遙遠的古老知識突然走進了他的世界，一旦接觸其中奧妙，他便如魚得水，再也難以自拔。他為傳統中華智慧的博大精深所折服，白天閉門誦讀醫書經卷，夜晚枕邊思索陰陽五行。可以說，那場車禍帶給他的不是身體的創痛，反而是精神的大醒覺，讓他看見了一條全新的道路。除了車禍這個契機之外，倪海廈還經歷了一件家庭往事，更加深了他對中醫的信心和熱愛。傳聞他有一位姐姐長期受到婦科疾病折磨，遲遲不見好轉，西醫治療多次無果，全家人都十分憂心。情急之下，年輕的倪海廈翻出一本清代著名醫書《醫宗金鑑》，按照書中方子給姐姐試服中藥。出人意料的，姐姐的症狀逐漸減輕，最終奇蹟般痊癒了。據說他的父母原本對他鑽研古書有些不以為然，但當看到女兒因中藥康復後，也轉而支持他的興趣。試想，如果沒有這次神奇的治癒經驗，也許倪海廈的人生會是另一番模樣。或許他今日拿着的不是銀針，而真的是吉他。然而人生際遇就是如此奇妙，一次轉折便改變了軌跡。從此以後，他立志鑽研中醫，希望能像古書中記載的那些良方妙藥一樣，救人性命於病痛之中。大學時期，倪海廈並未選修醫學專業，但他把大量時間投入到紫微斗數、易經八卦等玄學的鑽研中。紫微斗數是一種以人出生時辰排布星曜宮位，以推演人生軌跡的命理術數。他對此沉迷不已，對傳統文化的熱愛遠超同齡人，廣泛涉獵命理占卜之術。同窗眼中的他有些特立獨行。當別的年輕人忙於功課和社團活動時，倪海廈卻在推演星象卦爻中體悟命運的奧秘。他醉心於風水相術等古老學問，風水講究環境與能量的和諧，易經八卦則探討宇宙萬物變化的規律。這種旁逸斜出的自我探索，為他日後獨特的行醫之路埋下了伏筆。畢業後，他沒有按照政治學專業進入體制工作，而是選擇參軍入伍，在軍旅生活中迎來另一段奇遇。他被分派到軍醫單位服役，在軍中，他近距離接觸到了正統的醫藥知識與救護實踐。一方面，他親眼目睹傳統中醫療法在部隊醫院裡發揮作用，針灸治療訓練傷痛，中草藥湯劑治療中暑等，讓他驚嘆於祖國醫學的實用價值。另一方面，他也接觸到西醫的急救手段和藥物療法，對比之下，更覺得中醫理論中蘊含着天人合一的大智慧。軍旅的淬煉不僅磨練了他的心性，也增強了他將醫學與玄學結合的信念。他開始嘗試用易經八卦的陰陽理念來理解人體健康，思考是否可以透過卦象變化預測疾病走向。這可說是他獨創醫學觀念的萌芽。退伍之後，倪海廈的人生選擇更是出人意料。他既沒有進入公家醫院行醫，也沒有利用政治學學歷從政或經商，而是獨自走上了江湖先生的道路。
成為一名街頭算命師。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台北街頭，算命攤林立，但像倪海夏這樣年紀輕輕、學識淵博的卻極為少見。他在台北市金山南路擺攤，替人卜卦批命，以敏銳獨到的見解迅速打響名號。起初，許多路過行人對這個眉清目秀的年輕算命師心存疑慮，然而一個個客人滿意而歸的口碑，讓他的名聲迅速傳開。倪海夏算命最大的特色在於他將自己掌握的醫術融入服務之中。一般算命師為客人指點迷津，多半只能提供心理安慰或吉凶建議，然而倪海夏卻常常能從一個人的面相、氣色和號脈結果看出對方的健康問題，並給出具體的醫療調理方案。有人來詢問事業前途，他可能先提醒對方注意肝火太旺該如何調養。有人求測婚姻姻緣，他發現對方氣血虧虛，竟會順勢開個方子滋補身體，再談情感走向。想象一下，在街頭攤位前等待算命的你，不但得到運勢指點，還拿到一帖對症的中藥方，這是多麼新奇的體驗。正是這種將傳統命理與醫術融合的獨特風格，為年輕的倪海夏贏得了一批忠實追隨者。傳說他攤子前經常大排長龍，有人為求一卦一診，守到深夜不願離去。還有人傳言，有一回一位生意失利的商人前來算命，愁容滿面。倪海夏細查其面相和脈象，當場指出此人肝火旺盛，胃中有舊疾，勸他戒酒調理脾胃。這位商人原本只為前程而來，沒想到意外治好了常年的胃痛，對倪海夏佩服得五體投地。就這樣，倪海夏以醫補結合的方式闖出名號，一時間台北有個年輕神算醫師的故事在市井流傳，有人稱他為活神仙，覺得他未卜先知又妙手回春，也有社會名流慕名暗訪請教。據說連當年台灣蔣家後人也曾找他算命，對他的玄妙本領讚嘆不已。這些傳聞難辨真偽，但給他的形象增添了幾分神乎其神的色彩。年紀輕輕的他就已肩負起治病救人的責任，游走於現實與神秘的邊緣，逐漸塑造出傳奇人物的雛形。儘管早早以算命醫病闖出名聲，倪海夏並未滿足於做個江湖游醫。他深知，若想真正掌握杏林絕學，必須師從名家，精研經典。於是他拜入台灣著名針灸專家周佐宇醫師門下，開始系統學習中醫技術。1977年至1981年這4年間，是他扎根醫道的關鍵期。他白天隨周醫師巡診，在臨床中觀摩針灸如何應對各類病症，夜晚則挑燈苦讀醫經典籍，把白天所學融會貫通。周佐宇醫師在台灣中醫界德高望重，門生眾多，但倪海夏憑借悟性與勤奮脫穎而出。據說當時師父每天教授完課程後，其他學生或許已經疲憊休息，他卻還在反復記誦經絡穴位，甚至拿自己的身體試針，體會不同穴道下針的酸麻感，以求精確掌握針感與療效之間的關聯。由於那時台灣政府對中醫師執照管制嚴格，沒有執照的學徒其實不被允許獨立行醫，但求知若渴的倪海夏早已迫不及待想將所學施展到臨床。周佐宇醫師破例允許這位得意門生在自己診所中替病患施針治療，以增加實戰經驗。就這樣，20出頭的倪海夏開始了日復一日的臨床磨練。他醫治的病人從小兒感冒到中風、癱瘓後遺症，五花八門。每一次治療對他都是一次學習。他虛心向每位患者詢問針後感受，不斷改進自己的手法。短短幾年間，他累計診治了數千名患者，據稱多達6000人之譜。如此驚人的臨床經驗積累，使他的醫術突飛猛進，許多棘手疑難雜症在他手中漸有起色。當時的倪海夏尚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身份上屬於密醫，也就是未經政府認證自行行醫者。這在一般人看來未免大膽妄為，但患者們顧不得這些，只知道很多被西醫判了死刑或宣告無效的疾病，到了他手裡往往柳暗花明，見到轉機。漸漸的，他贏得了神醫的口碑。有人感嘆，凡是看遍醫生無效的病，不妨去找倪海夏試試，他也許是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除了豐富的臨床實踐外，倪海夏對中醫理論的鑽研亦極為深入。他廣泛閱讀歷代醫家典籍，
尤其對東漢張仲景的經典《傷寒雜病論》推崇備至。張仲景開創的經方體系被奉為中醫臨床治療的根基，強調辨證論治、精確選方。倪海廈自視為經方學派在現代的繼承人，他認為隨着時代發展，許多中醫已拋棄了古法精髓，轉而使用一些新創的複雜方劑，或過度依賴西醫儀器診斷，導致療效不彰。他決心復興經方，回歸中醫本源。在課堂上，他反復強調張仲景原方的價值，鼓勵學生背誦經典條文，演練古方配伍。他也鑽研《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金匱要略》等醫學經典，將所學編成筆記教材，為日後教學做準備。所謂經方派，奉《傷寒論》《金匱要略》等經典為圭臬，強調辨證精準用藥；而溫病學派則興起於清代，主張運用心法應對時疫溫熱之病。20世紀以來，兩岸三地的中醫教育多與現代科學接軌，不少經典內容被弱化甚至遺忘，經方的臨床應用比例下降。倪海廈等人致力推崇經方，某種程度上正是對這種趨勢的反思和逆轉，強調中醫必須回歸原點，方能發揮實效。他對溫病理論持保留態度，認為那只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治標不治本。值得一提的是，倪海廈並非只埋首醫理，他在玄學領域的造詣亦同步提升。前文提及，他曾以樊宇龍為筆名教授天文地理之學。其實這所謂的天文地理，正是傳統堪輿、風水和天文曆法術數的統稱。他將易理和風水知識融會貫通，自成一套理論。有趣的是，他本人相當低調，雖精研術數，卻不輕易對人談及風水見解。然而圈內人都明白，倪海廈對各種玄學技藝的掌握已遠超常人，一旦他開口指點，往往一語破的。可見他對命理占卜、相宅風水等道家傳統皆有很深的造詣，這些領悟也融入了他的醫學思維。例如，他常從天干地支角度思考疾病隨節氣變化的規律，從五行生剋推演臟腑盛衰轉化，使他的醫術理論更具神秘色彩和縝密邏輯。多年之後，一位曾赴美發展的硅谷工程師專程回台拜訪周佐宇醫師。聊天間，周老特地問起遠在美國行醫的倪海廈，當場誇讚海廈是我早年的高徒，非常出色。師父這番話讓在場者驚訝之餘，更對倪海廈增添一份敬意。由此可見，他通過自學和師承相結合，確實脫胎換骨，蛻變成了一位真才實學的中醫師。1980年前後，倪海廈隨家人移民美國，開啟了人生新的篇章。踏上異國土地，他懷揣傳播中醫的抱負和對未來的憧憬，開始在海外奮鬥。初到美國時，語言不通，環境陌生，他也曾面臨生計和信任的難題。但他很快發現，中醫這門技藝正是自己在異鄉立足的最大本錢。當時西方社會對針灸和草藥剛開始有些認識，但真正精通中醫的人才極其稀少。倪海廈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遇，決心在美考取行醫執照，為中醫贏得合法地位。1991年，經過一番努力，他通過佛羅里達州的針灸執照考試，注冊號 AP356，正式取得在美行醫資格。37歲的他，終於以合法醫師的身份，堂堂正正懸壺濟世。他隨即在佛州開設了自己的中醫診所，取名漢唐經方中醫診所。這名字寓意深遠。漢唐象徵中醫的鼎盛時代，經方點明他奉行以張仲景經典方藥濟世的宗旨。診所開業之初，當地人對這位東方醫師的針刺和草藥療法仍將信將疑，但很快的，倪海廈就用療效征服了患者的心。據說在他治療的首批患者中，有人飽受偏頭痛折磨多年，試遍西醫藥物無效，他針灸幾次配合中藥調理，不出數周，頭痛明顯減輕，最終根治。也有人罹患過敏症反復發作，他用中醫理論找出體質失衡的根源，調整患者飲食起居，並佐以經方，結果過敏體質大大改善。這類成功案例口耳相傳，診所名聲漸起，前來求診的華人、美國人絡繹不絕，甚至有西方醫生聽聞他的口碑後，親自登門成為他的患者，體驗這神奇的東方醫學。隨着診療業務蒸蒸日上，
倪海廈意識到光靠一己之力難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他遂將目光投向培養更多中醫人才。1995年，他在佛羅里達州創辦了漢唐中醫學院，並親任院長，開始系統地教授中醫課程。學院開設針灸學、中藥學等課程，特別強調經方古法的學習和應用。倪海廈在課堂上傾囊相授，不僅傳授臨床經驗，更融入自己獨到的理論見解。他希望通過這所學院培養出一批真正懂中醫、信中醫的各族裔學生，讓中華醫學的火種在海外傳承下去。期間，他對外宣稱自己於2000年取得東方醫學史博士學位，為自己增添了學術光環。雖然這個學位的授予單位並未公開，引發部分質疑，但無可否認的是，他在美國中醫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2000年至2003年間，他更獲佛州政府之邀，擔任佛羅里達州針灸委員會委員和副主席，這是相當高的榮譽和責任。他積極參與制定針灸行業規範、審核針灸師資格、推廣中醫立法等工作。也正是在他的推動下，美國內布拉斯加州成功通過針灸合法化法案，為中醫在美國拓荒開路。身為海外僑民，他在西方社會為中醫發聲並取得實質成果，這讓全球中醫界深受鼓舞。台灣僑務委員會在2003年特地頒發給他海外優秀華人獎，表彰他向世界弘揚中華醫學文化的卓越成就。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倪海廈已是國際中醫界的一顆耀眼明星。他頻繁受邀往來世界各地講學。2009年，他時隔多年重返中國大陸，在上海中醫藥大學舉辦的扶陽論壇上發表演講。他以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和幽默風趣的風格分享經方治病心得，贏得滿堂彩。一些過去沒聽過他授課的大陸中醫師這才驚覺，原來這位在海外響當當的中醫師卻有獨到之處，難怪能讓那麼多洋學生折服。上海之行在大陸中醫圈掀起一陣討論熱潮。2010年，他又受硅谷華人學者之邀赴美國加州硅谷演講。這一次，聽眾不僅有醫學界人士，更有硅谷高科技行業的華人精英。演講當天，會場座無虛席，不少人甚至站着聽完全程。台上，倪海廈身着中式唐裝，談古論今，妙語如珠。台下，工程師們聚精會神，時而點頭稱是，時而爆發出驚嘆的笑聲。一位聽眾會後感慨，沒想到平日裡寫程式的我們，也會被一堂中醫課吸引得如痴如醉。這場活動引起媒體報道，台灣遠見雜誌以硅谷高科技華人迷上中醫為題專文介紹，稱其為中醫復興的一大標誌性事件。在美期間，倪海廈培養了眾多桃李，學生遍及世界各地，包括中醫師、西醫師、科研人員，甚至企業家和文化人等各領域的佼佼者。比如中国廣西中醫藥大學的劉立宏教授，著有《思考中醫》，以及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孟懷英教授、史丹佛大學李宗恩博士等，都是他的門生或受其理念啟發者。這些人本身在各自領域成就非凡，卻依然願意拜他為師，可見倪海廈的人格魅力與學識深度折服了不少高人。在海外功成名就之後，倪海廈依舊心繫故土，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將在國外累積的醫學經驗帶回華人社會，幫助更多同胞強身祛病。他說到做到。2010年，他在台北設立漢唐經方中醫診所，把國外成功模式帶回台灣服務家鄉患者。同時，他也在中國深圳籌建漢唐中醫館，隔年正式開業。深圳的中醫館不僅看診，還肩負培訓功能，經常舉辦經方講座和在職醫師研討會，吸引許多年輕中醫師前來學習。倪海廈親自在兩岸奔走坐鎮，雖然勞累，內心卻欣慰於中醫在華人世界重新受到矚目。此時的倪海廈可謂名滿天下，桃李滿門。他站在事業巔峰，擁有眾多追隨者和仰慕者，似乎正展望着更遠大的願景。在這個時期，他也將自己畢生所學歸納為天紀、人紀、地紀三大板塊。其中，天紀講天道，內容涵蓋易經玄學和宇宙萬物的運行原理；人紀論醫道，
系統傳授中醫理論與經方臨床實務；地紀則計劃結合歷史、人文、地理、風水以及醫案故事，成為集大成的終極著作。早在1994年，他就結束了天紀課程的教授。2005年起開始講授人紀，並將課程制作成 DVD 教材廣為流傳。唯獨地紀還停留在構想和未完成的手稿階段。倪海廈生前常說，待地紀完成，他這一生便無憾於天地。誰料天不從人願，就在他雄心勃勃規劃未來之際，一場無情的命運巨變已悄然逼近。倪海廈之所以被稱為道家神人，絕非浪得虛名，在他身上展現出一種古代道士般的全能才華與神秘氣質，這在現代社會幾乎絕跡。傳統上，道家講求天人合一，認為高明的醫者往往通曉天道，他們觀天象知冷暖，言陰陽治百病。翻開史冊，許多古代名醫身上都帶着幾分仙風道骨。戰國時的扁鵲據說能透視人體，神出鬼沒。東漢的華佗精研養生術，被讚譽為醫中神仙。唐代的藥王孫思邈更是壽登耄耋，著書立說醫術與修行兩相融合。倪海廈在崇尚科學的現代橫空出世，卻磅礴再現了這些傳奇醫聖的風範，也難怪有人感嘆他是古人轉世，甚至半開玩笑說他有白日飛升的潛質。其實中國自古以來，醫與道常常相通，許多道教修行人本身就是醫家。道家追求的強身長生與中醫的養生原理如出一轍。例如唐代的孫思邈既是道士又是名醫，被尊稱為藥王。宋元之後也有不少道士善用符咒和草藥救人濟世。由此可見，倪海廈身兼醫術與玄學並不是異想天開，而是延續了古代道醫的某些傳統。首先，他在醫學上的才華有目共睹，前文已經詳細敘述過。而在玄學術數方面，他同樣成就斐然。紫微斗數他運用自如，用以推演命運；風水占卜他也頗有心得，可觀人宅象地。坊間流傳着不少關於倪海廈的傳奇故事，例如據說他曾替台灣蔣氏家族算過命，而且句句應驗，令人稱奇。當然，此類傳聞無從證實。更廣為人知的是，倪海廈竟提前預言了自己的死期。早在1994年前後，他在教授天紀課程時，曾私下對學生提及，我59歲有一個大劫，很難躲過。據了解，他是用紫微斗數推演自身命盤時，發現在59歲那年出現了大小二線相逢的凶兆，也就是命運的大運與小線重疊，往往象徵人生難過的大關，才會發出如此驚人的預警。當時學生們雖聽得背脊發涼，但多數並未當真，畢竟誰也不願相信師父真會英年早逝。隨着歲月流轉，他依舊活躍在醫壇講台，看起來神采奕奕，毫無頹色。然而隱隱的擔憂仍浮現在新老師口中的大劫，真的會在他59歲那年降臨嗎？倪海廈在醫療實踐中所展現的種種奇蹟，也讓人不由得心生敬畏。他治病常不走尋常路，善用經典古方和獨到針法，往往能在短時間改善患者病情。有患者形容，到倪醫師處看病旁佛，在經歷一場奇蹟。許多被西醫判定需開刀或無藥可救的病，他用幾劑中藥，幾針下去就起死回生般見效。有時他還會根據病患的生辰八字或面相氣色綜合判斷，仿佛不僅是在看病，更是在看命。這種傳統道醫式的神秘風範，令不少患者對他崇拜有加，奉他為當代少見的活神仙。有一則廣為流傳的醫案故事，足以說明他醫術的神奇。據說曾有一名罹患罕見重症的患者，被多家大醫院判定壽命無多，家人抱着最後一線希望找到倪海廈。他詳細診視後，決定打破常規，採取大膽治療方案。他運用極罕見的古方，結合針灸中少有人敢用的鬼門13針技法，在患者身上施治。這套針法傳說為道家秘傳，專治癲狂怪病等疑難雜症。自近代以來，少有人通曉全套，施用頗具風險。經過他悉心治療，那名病人竟奇蹟般地活了下來，逐漸脫離險境，恢復健康。消息傳出後，許多人驚呼倪海廈實乃中醫鬼才，
連鬼門關都能把人搶回。或許這故事經過渲染稍有誇張，但從中可窺見倪海夏在挑戰醫術極限上的那股拼勁。只要有一絲希望，他就願意嘗試非常手段，不計風險地挽救生命。倪海夏給人神秘莫測的感覺，還在於他行醫之外常有非常之舉。他曾在課堂上談及一些靈異現象和特異功能的話題，讓學生們聽得瞠目結舌。例如，他提到有道家高人練就闭氣輕身功夫，可以飄行水面；又說過人在入定狀態時，或許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能量場。雖然這類話題近乎傳說，但他說起來頭頭是道且語氣篤定，絲毫不像無稽之談。這讓一些學生私下猜測師父是否自己也有某種異能而不願張揚。當然，這僅是猜測，但無疑更為他的形象增添了幾分仙氣。對於自身被捧為神人，倪海夏曾幽默自嘲道：“我就是個普通中醫師，頂多愛研究點易經，不敢當神人啦。”語氣雖謙虛，旁人聽來卻覺得他雲淡風輕中自有一股瀟灑與自信。事實上，從他將3部著作命名為《天紀》《人紀》《地紀》即可看出，他確實懷抱着以天地人三才貫通百家的雄心，這點豈是尋常醫師可比？他俯仰天地，胸懷蒼生的格局和氣魄，正是道家高人常見的特質。因此，神人二字用在他身上，倒也不算過分。月盈則虧，盛名之下難免非议。倪海夏享譽中醫界的同時，也成了極具爭議的人物。他最大的爭議在於對現代西方醫學的猛烈抨擊，以及一系列與科學共識相悖的驚人言論。他幾乎以一己之力挑戰當代醫學體系的權威。以下摘錄幾條他曾公開發表的觀點，每一條在當時乃至今日都引發巨大爭論。在癌症治療方面，倪海夏堅稱許多癌症並非絕症，真正致命的反而是錯誤的治療手段。他舉例說，大腸癌本來是一種進展緩慢、容易控制的疾病，但是患者一旦接受西醫的手術、化療等激烈療法，反而容易導致癌細胞擴散，加速死亡。他斷言，大腸癌本來不會死人，是西醫把人治死的。如此驚世駭俗的說法，自然遭到腫瘤科醫生的強烈抨擊。關於維生素與保健品，營養學界普遍認為合理補充維他命有益健康。然而，倪海夏一反常態地宣稱，人工合成的維他命不僅無益，還是誘發癌症的主因之一。他認為人體講究陰陽平衡，額外大量補充單一營養素會破壞內在平衡，引發潛在問題。他甚至斷言，維他命吃得越多，得癌的幾率就越高。這與現代營養醫學的觀點背道而馳，引發不小震撼。談及疾病遺傳因素，現代醫學強調基因在疾病中的作用，例如乳腺癌有明顯家族易感性 BRCA 基因，但倪海夏公開質疑這點。他主張乳癌在家族中多發，是因為家庭成員沿襲了相似的生活習慣，而非遺傳基因的作用。他甚至建議3代同堂不如分家養生，認為子女若遠離父母不良的飲食起居習慣，反而更健康。這種理論否定了遺傳因素的重要性，令遺傳學專家非常不以為然。針對疫苗這個公共衛生焦點，倪海夏的態度極其負面，近乎嗤之以鼻。他認為除了古法使用過的天花疫苗外，現代醫學的各類疫苗都是多此一舉，甚至百害而無一利。他堅稱疫苗不但無用，還會損害人體正氣，留下隱患。他舉例說，嬰兒接種乙肝疫苗後出現發燒、抽搐等不良反應，長遠來看更可能導致脊柱側彎等後遺症。流感疫苗也沒有必要打，因為流感完全可以通過中醫扶正辟邪預防，沒必要在人體內注入外來物質。在公共衛生領域，疫苗的重要性已被大量研究和實踐證明。他的言論被許多人視為危言惑眾，擔心會導致部分群眾拒絕接種，後患無窮。至於日常生活習慣，倪海夏對現代人許多習以為常的嗜好也提出警告。他反對喝咖啡，認為咖啡屬強酸性飲品，長期飲用會損傷胃黏膜，甚至誘發胃癌。他也不贊成飲用牛奶，認為牛奶並非人類天然飲品，多喝無益，甚至可能助長腫瘤生長。此外，他痛批現代人愛吹空調、貪吃生冷、熬夜不眠等等。
強調這些習慣嚴重違背自然規律，會導致各種慢性病。他常對學生們說，別光看化驗單，要先看人的臉色和脈象，強調醫者必須重視觀察與問診，不能被儀器數據牽着鼻子走。上述觀點幾乎條條與主流醫學背道而馳，一經傳播，立刻引發截然不同的反應。一方面，倪海廈的追隨者們如獲至寶，奉若真理，他們原本就對某些西醫療法心存疑慮，如今找到了權威的支持，更加不信現代醫學。他們崇拜地稱倪海廈為醫界鬥士，認為他勇敢揭露了醫藥產業的黑暗，膽敢說出一般醫生不敢說的真話。他們在各種論壇和社交媒體上替他辯護，分享他提倡的種種自然療法和養生之道。例如，有人现身说法，描述自己按照他的方法戒掉了長期服用的維他命保健品，反而覺得身體更輕鬆。也有人引用他的建議減少抗生素使用頻率，觀察到自身免疫力有提高。他們深信西方醫學確有局限甚至黑幕，只是一般人不敢質疑權威罷了。如今倪海廈膽識過人，直言真相，難免遭主流排擠。他們視他為醫學界的叛逆英雄，甚至覺得他洞悉了天地自然的隱秘規律，才能公開挑戰現代科學的種種謬誤。例如，一名患有糖尿病足的老翁，原本被西醫建議截肢治療，倪海廈以草藥煎水洗滌潰爛部位，配合內服中藥，不到3個月就讓老翁壞死的傷口愈合，成功保住了腿。此類奇蹟般的病案在民間流傳，更增強了信眾對他的信心。另一方面，醫學專業人士和科學界則對倪海廈口誅筆伐，視他為散播不實資訊的危險人物。他們強調倪海廈缺乏嚴格的科學試驗數據，純憑個人經驗就妄下結論，極不負責任。以癌症為例，化療固然有副作用，但並非如他所說一無是處，否則全球無數癌症患者豈無生路。再說疫苗，近代至今已拯救了億萬生命，污名化疫苗將導致更多人染病乃至死亡。許多醫生疾呼，如果有人輕信他的說法拒絕接種，無異於讓致命疾病捲土重來。至於他聲稱維他命、牛奶、咖啡致癌等論調，在專家看來更是毫無依據的危言聳聽。營養學研究顯示，合理攝取維生素對人體有益，多項臨床試驗並未證實維他命會導致癌症，適量喝咖啡也沒有直接致癌證據。相反，還有研究指出，咖啡對肝臟有保護作用。專家們認為，倪海廈將複雜的醫學問題過度簡化，以偏概全，用聳動言辭博取眼球，實在不值提倡。更有甚者，有人對他的學術資歷和動機提出質疑。他大學念的是政治系，既非醫學博士，也無正統醫師執照，只靠一指針9師證書和自學本領就自稱醫學大師，難免讓人懷疑其誠信。有評論者直指，他痛批西醫同時推銷自己的課程和書籍，是在利用公眾對癌症的恐懼和對傳統文化的崇拜牟利。甚至有人挖苦他說，西醫短命，那他自己又活了多久？這句話不幸一語成讖，在他59歲離世後，更成為反對者嘲諷的話柄。對此，倪海廈的支持者們也不甘示弱地回應，他們列舉倪海廈在美國獲得的種種榮譽，強調他確實治癒過許多病患，這就是實打實的證據。如果說他是騙子，他敢公開辦學，錄制上百小時的教學 DVD 供人檢驗嗎？他那麼多學生親眼見證過他的療效，又豈會盲目崇拜？他許多看似驚世駭俗的觀點，其實背後都有中醫理論依據，只是尚未被西方科學理解罷了。真正客觀的人應該看到他成功治病的案例，而不只是盯着那些不合時宜的言論。有一則網絡流傳的軼事，充分體現了爭論的激烈。傳說一次，有位腫瘤科西醫專家當面質問他，你拿什麼證據說我們治死了病人？倪海廈神色平靜答道，至少我的方法沒有把病人治壞。双方唇槍舌劍，最後誰也說服不了誰。這段故事真偽不得而知，但足見他與現代醫學觀點的衝突多麼白熱化。隨着互聯網論壇及媒體對這場論戰的渲染，倪海廈3個字變得家喻戶曉，甚至走出醫學圈，成為社會熱門話題人物。有人把他比作中醫界的瘋子狂人，有人奉他為打破壟斷的叛逆英雄。对科學界而言，
他可能是散播錯誤知識的危險分子，但對某些對現代醫療感到失望的人而言，他卻如黑暗中的燈塔，帶來新的希望。這種兩極評價使倪海夏愈發神秘莫測。在大眾眼中，他究竟是醫術超凡的天才，還是我行我素的狂人，或許取決於每個人的立場與信念。無可否認的是，他打破了許多人对醫學與知識權威的刻板印象，逼着大家思考一個問題：權威說的一定對嗎？少數人的觀點有沒有可能暗藏真理？倪海夏用他極端的方式提出了挑戰，問題留給世人去尋找答案。面對鋪天蓋地的爭議，倪海夏本人並未退縮或妥協，依舊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繼續在診室裡用他的處方救人，繼續在講台上用他的思想震撼聽眾。他似乎頗為享受這種橫刀立馬、特立獨行的感覺。正如一位熟悉他的人形容，倪師有一股仙俠之氣，喜怒不形於色，骨子裡卻傲氣十足。對他而言，外界評價並不重要，真理自在人心。他相信時間終將證明他的觀點。這種執着與桀驁使他成為當代醫學界一道獨特的風景。如此傳奇的人物經歷也給後人留下許多思考。現代醫學固然嚴謹，但是否有其局限？傳統智慧未經實證，但其中是否蘊含被忽略的真知？倪海夏以他非凡而充滿爭議的一生激起了這些疑問，值得後人繼續探討和反思。時光荏苒，終於來到2012年。這一年對倪海夏而言是命運預言中的關鍵時刻。他虛歲59，正如他自己所說，大劫將至的一年。雖然誰也不願相信那句預言會真實上演，但冥冥之中，一種不祥的預感籠罩在他身邊親友心頭。2012年1月下旬的一個夜晚，隱約的危機終於到來。倪海夏在台北的住所中依舊如常地挑燈伏案，撰寫他生平最後的巨著《地紀》。這本書是他繼天紀、人紀之後，為補全天地人三才而立志完成的終極著作。他曾表示要將一生心血傾注其中。據家人回憶，那夜他照例在書房埋首寫作至深夜，絲毫沒有休息的意思。突然間，他感到一陣劇烈不適，剛起身想呼喚家人，卻隨即眼前一黑，重重倒在地上。家人聽聞動靜衝入房間，只見他昏迷不醒，怎麼呼喚都沒有反應。他們嚇得魂飛魄散，連忙將他緊急送往附近醫院搶救。醫護人員全力施救，但情況不容樂觀。倪海夏陷入深度昏迷，始終沒有恢復意識。2天後的2012年1月31日清晨，傳來令人難以置信的噩耗：倪海夏經搶救無效，在台北醫院與世長辭，享年58歲，按虛歲計59。消息傳出，中醫界為之震驚，全世界他的學生和仰慕者陷入悲痛與錯愕之中。許多人第一反應是不敢相信昨天還在網上讀到他最新發表的文章，怎麼轉眼人就沒了？他的親傳弟子們更是悲痛欲絕，不少人趕往醫院想見最後一面，卻為時已晚，只能與冰冷的遺體道別。更令人背脊發涼的是，他早年那句59歲有一劫的預言，竟絲毫不差地應驗了。難道他真的洞悉了自己的命運軌跡，卻仍無力改變天命？或者說，他明明預知劫難，卻選擇泰然受之？這是高人對宿命的坦然，還是凡人對無常的無奈？倪海夏的離世平靜而低調，更增添了撲朔迷離的色彩。他的家人並未對外舉行公開追悼儀式，只在親友和核心弟子間辦了一場小型追思音樂會緬懷他，既沒有大規模告別式，也未向社會公開詳述死因。這一切都引發了外界種種猜測和傳言。關於他的死亡原因，至今眾說紛紜。我們梳理出當時流傳最廣的幾種說法。其一，過勞猝死說。倪海夏生前工作起居極不規律，這是熟悉他的人有目共睹的。他常年日以繼夜地撰寫書稿，研究藥理，診療病患，錄制課程，幾乎把全部生命都奉獻給了中醫事業。他的弟弟在接受採訪時透露，倪海夏習慣深夜伏案，每天睡眠時間少得可憐，身體長期處於嚴重透支狀態。我們知道，長期熬夜和高壓工作是健康的大敌，可他似乎從未在意。終於在那個夜晚，
他的心臟因過度勞累而停止跳動。支持這種說法的人認為，所謂59歲大劫並非什麼神秘玄機，而是他自己對身體狀況的預感與警示。只可惜，即便預感到危險逼近，他依然沒能改變盼命工作的習慣，最終積勞成疾，不幸英年早逝。其二，舊疾復發說，有人翻出他年輕時車禍舊事，指出倪海廈當年車禍後曾接受輸血，不幸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他憑借養生和醫術多年將病毒控制住，身體看似硬朗，但乙肝的隱患始終存在。據傳，晚年的倪海廈肝臟已出現問題，有人猜測他實際上死於肝癌，只是家屬隱瞞病情，不願公開。他生前一再強調肝癌多與濫用西藥有關，他本人極少用西藥，卻仍可能因早年乙肝轉化為肝癌。這若屬實，無疑是個巨大的諷刺。他一生痛斥西醫，結果卻因年輕時接受西醫輸血留下的後遺症喪命。儘管倪海廈家屬明確表示他是在睡夢中安詳離世，並非死於癌症或其他重症，但由於缺乏第三方證實，肝病惡化致死的傳聞仍未散去。其三，洩露天機說，這種說法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頗受一部分信眾的認同。根據中國傳統觀念，凡人不可窺探太多天機，否則將折損陽壽。倪海廈一生濟世救人，精通命理、占卜吉凶，直言不諱，又大肆傳播中醫秘訣，甚至連自己的死期都公開預告。這在某些人看來早已犯下忌諱。他曾在生前最後課程裡感嘆說，天不假年，有弟子事後解讀，這其實是他已知天命將盡的自白。而他最後幾年高調推廣中醫真知，猛烈抨擊現代醫學的作為，龐佛在替天行道，待他使命完成，天道便要將他召回。有支持者痛心地說，師父記事太多，泄露太多天機，上天不容，所以提前帶走他。這種帶宿命論色彩的說法無法證實，但聽起來合情合理，因為他為心目中的神人早逝提供了一個可以接受的解釋。他不是病死，而是天妒英才，不允許凡人知曉太多天機。其四，道家歸隱說，還有一些最狂熱的崇拜者根本不相信倪海廈真的死去，他們寧願相信師父只是功成身退，選擇了一種超脫的方式隱匿。他們心目中的倪海廈既然是道家高人，完全可能像古人那樣玩一出金蟬脫殼。事實上，道教典籍中確有屍解之術的記載，指修行高人假借肉身死亡而神形飛升，借此擺脫俗世羈絆。這些弟子們篤信倪海廈也施展了屍解之術，他的肉體隱遁山林潛修，而他的靈神已超脫凡塵。他們最常引用的證據就是倪海廈在過世前最後一篇公開日誌中寫道，自己要開始撰寫帝紀，為了能順利完成帝紀，我的帝紀之旅將極為秘密，世上除我自己之外，將無人知道我的行蹤所致。如今讀來，這段話龐佛他早有預謀，他將假死隱退，以完成未竟之書。許多死忠弟子據此深信，倪師並未離世，而是在某處清幽之地隱姓埋名，專心著書。等若干年後時機成熟，他會帶着寫就的帝紀重現人間。這樣的想法雖充滿戲劇性，但對不願接受偶像離去的人而言，不失為一種聊以慰藉的信念。以上種種說法各有擁護者，又都缺乏鐵證，真相至今成謎。或許他的家人及極少數親信知曉真相，但他們選擇保持沉默。不管事實如何，有一點可以確定，這位傳奇人物的謝幕方式恰如他的一生一般，引人入勝卻雲山霧罩，留給後世無盡猜想和談資。倪海廈雖離開人世，但他的影響力並未隨之消散，相反，他留下的豐厚遺產繼續在世間發揮作用，影響着許多人。首先是在中醫學術領域，他的貢獻不容忽視。他生前錄制出版的人際系列課程 DVD， 涵蓋針灸、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傷寒論、金匱要略5大篇，共數百萬字內容，系統梳理了經方派的理論與臨床經驗。這些影音資料成為無數中醫愛好者的寶貴學習資源。有人戲稱，倪海廈雖沒來得及完成帝紀，
但他在數位化教育方面卻走在前面，留下了線上課堂，讓後人可以循着他的聲音和畫面繼續求學。此外，他撰寫的大量文章、醫案、日誌和著作也被弟子們整理成冊。目前坊間出版的倪海廈中醫全集多達44冊，囊括了他一生思想精華和臨床記錄，成為珍貴的醫學文獻。許多中青年中醫師至今仍以他的書籍為參考範本，從中汲取靈感與記憶。他所倡導的經方復興運動，因他的離去反而更加珍貴，激勵着一批批中醫人重新研讀經典，探索醫道更高境界。其次，在民間健康風潮方面，倪海廈也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21世紀初開始，全球範圍內興起一股反思現代醫療、重視傳統療法的熱潮，不少人重新認識中醫真藥的價值，願意嘗試中醫調理。倪海廈的大量言論雖有爭議，但也成功喚起公眾對自身健康的關注。比如在他的影響下，一些人開始質疑過度醫療的弊端，學會在小病時運用簡單的食療或經絡按摩自行調理，而非動輒訴諸抗生素等西藥。有的人減少不必要的保健品攝入，更注重依照節氣養生。也有人反思長期熬夜、缺乏運動等問題，開始調整生活規律。雖然他的部分觀點未必正確，但無形中促進了人們對健康的討論和覺醒，這對現代社會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對於中醫界自身而言，倪海廈引發的爭論也帶來一些積極影響。許多傳統中醫專家和科研工作者開始更重視如何用科學方式證明中醫療效，如何以現代實驗闡釋經典理論。他們意識到，如果不拿出扎實的研究證據，就容易讓江湖術士利用公众的信任肆意妄為。因此，一些學者投入到将經方療效量化證明的研究中，在國際期刊發表成果，以正視聽。同時，中醫教育界也反思過去過於轻视經典教育的傾向，開始增加《傷寒論》等課程的比重。可以說，倪海廈的離經叛道，從反面敦促了中醫界的自省與進步。在文化傳播層面，他的故事早已跨越專業圈子，滲透進大眾媒體與網絡文化。各類紀錄片、自媒體視頻、小說傳記紛紛以他為題材。有人將他的經歷改編成傳奇故事，在網絡上連載，吸引了無數點擊。他身上那些矛盾又迷人的元素精湛，醫術與偏激言論並存，科學知識與神秘力量交織，為創作者提供了豐富素材。對許多普通人而言，倪海廈是個極富戲劇張力的角色。他有天才光環，也有人性弱點，是博學多聞的老師，也是充滿爭議的異类。如此人物形象放在小說或影視中自帶吸引力，因此可以預見，以他為靈感的文藝作品未來還會湧現，進一步將他的傳奇傳播給更廣泛的人群。當然，他也留下了一些亂象尾巴，有少數過度崇拜他的信徒对現代醫學抱持敵意，凡事喜歡搬出倪師的話來反駁專業建議，這在醫學界人士看來是盲信不明智的。另外，他的部分弟子水平良莠不齊，有人急於打着他的旗號招搖撞騙，導致誤診誤治案例出現。一度有媒體報道某地漢唐中醫診所醫療事故，引起輿論質疑。事後查明該診所實為假冒，與倪海廈嫡傳體系無關。但這些事件也提醒人們，傳奇人物身後，他的遺澤如何被繼承和詮釋，往往泥沙俱下，需要理性看待。我們應敬佩他的才華與奉獻，同時對待他有爭議的觀點保持科學審慎，不可盲從迷信。無論喜愛或批評，倪海廈這個名字在很多人心中已成為一個符號，一個連接起傳統與現代的獨特符號。在台灣，他曾被媒體評為當代10大傳奇人物之一。在大陸，不少年輕中醫師也將他視為偶像或反面教材而熱議不休。他以一己之力讓傳統醫學走到聚光燈下，引發了那麼多討論，這本身就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時至今日，各大影音平台和社交媒體上有關他的紀錄片、解說視頻依然層出不窮，播放量動輒數十萬，可見大眾對他的傳奇故事依然充滿好奇和熱情。值得一提的是，在他離開多年後，他的弟子們仍努力延續着他的事業與理念。
他的親弟弟倪伯實聯合門人接手了漢唐經方的旗幟，原位於美國的漢唐中醫診所因後繼無人而結束營業，但他們在台灣陸續成立了漢唐經方學堂和多家漢唐經方中醫診所，由倪海廈的弟子輪流坐診，繼續以經方妙術服務大眾。目前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地都能找到打着漢唐經方招牌的醫館，門口常懸掛着倪海廈當年親筆題寫的牌匾，龐佛象徵他依然守護在這些醫館中。更有意思的是，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美國佛州一位曾隨倪海廈學藝的中醫師，在當地運用他傳授的經方治療患者，取得良好效果。這些例子顯示，倪海廈的學說跨越時空，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依然閃耀着光芒。他的家人則一直保持低調。他的兒子在追思音樂會上代表家屬感謝了師友們的厚愛，但此後並未多做公開露面。倪海廈的妻兒選擇將他的遺志交由弟子們傳承，自己退居幕後，這也讓倪海廈的個人生活更加神秘。龐佛他這個人已完全融入了他熱愛的中醫事業與文化傳統之中。總而言之，倪海廈雖然不再現身，但他留下的話題性依然長存，人們沒有忘記他。至今在中文網絡上仍時常可以看到有人討論他，討論他的医案傳奇，討論他的理論是否有科學依據，討論他的死因真相，甚至討論他究竟是神醫還是神棍。這些討論本身就證明他的影響力依然在。對那些相信他尚在人世的人而言，倪海廈龐佛如傳說中的真人一般，只是歸隱在某座深山靜修。他們期待有朝一日能再聽聞他的消息，也許等到地際橫空出世之時，真相就會揭曉。對更多理性看待的人而言，他是一位中醫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人物，雖具爭議，但才華橫溢，影響深遠。他們從他的故事中體悟到學醫當懷熱忱與膽識，也明白了在科學與傳統之間應保持批判思考，不可偏廢。回望倪海廈走過的道路，我們看到一位平凡青年如何因機緣踏入醫道，又如何憑借才華與膽識創造傳奇，也看到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潮在他身上交匯碰撞，激盪出耀眼的火花，同時也投下矛盾的陰影。他的名字注定在崇敬與爭議中長存，成為人們不時談論反思的一個話題。他的故事留下了許多思考：傳統與現代如何融合，信仰與科學如何平衡，個人命運能否超脫天命？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倪海廈用他傳奇的一生激起了人們追問的慾望。至於那懸而未決的謎團，倪海廈到底還在不在這個世界上，或許將成為永恆的未解之謎。正如武俠小說中，高手隱退江湖後，總會留下若有似無的傳聞，給後人無限想象。對理智的人來說，他的身體卻已離去，但對浪漫的人而言，他的精神長存，甚至不排除某天他真的歸來。其實，無論他是否尚在人間，他的存在早已超越了肉體形式。他存在於那些受他啟發的醫者心中，存在於每一個被他治癒過的患者記憶裡，存在於書本、影音和網絡討論之間。從這個角度講，倪海廈並沒有真正離開他，只是以另一種方式繼續活着，一種更接近傳說和星辰的方式。最後，有人說他是當代最後一位道家神人，多少帶着時代變遷的感慨。隨着科學昌明，社會進步，我們未來恐怕難以再出現像他这般橫跨醫術與玄學，兼具神秘色彩的人物了。這既是對他的讚賞，也是對一個時代終結的嘆息。古老的傳統智慧在現代社會得到如此絢爛的一次綻放，又隨着倪海廈的離去而蒙上傳奇的帷幕。他以短暫而燦爛的一生，映照出傳統文化與現代世界交匯時激盪出的火花，其光芒將長久照耀在中醫發展的道路上。當夜深人靜，我們仰望星空，或許還會想起那顆曾劃過夜幕的流星，短暫卻耀眼，照亮了整片天空。倪海廈的人生正如這道流星般燃燒自己，照耀別人。他留下的光芒依然在許多人心中閃爍，引領着他們對生命、醫道和未知世界的無限遐想與探索。至於倪海廈究竟是真的離開了我們，還是說僅僅換種方式隱居於世，或許永遠都是個謎。
但也正是這份謎樣的色彩，使他的傳奇故事經久不衰，令人每每談起時依然心存敬畏與好奇。